10月14日，新加坡议会通过一项里程碑式法案，决定对所有离境航班征收可持续航空燃料费 （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）， 简称 SAF。新政策将从2026年开始实施，新加坡由此成为亚洲首个立法推动航空绿色转型的国家。这项法案不仅关乎环境保护，更将直接影响每一位从新加坡飞往国外的旅客。它既是新加坡作为小国大谋的又一体现，也是全球航空业碳中和之路的关键实验。根据法案，所有从新加坡起飞的航班都需要缴纳可持续航空燃料费，资金将由新加坡民航局专门用于采购和管理可持续航空燃料。为维持新加坡作为区域航空枢纽的吸引力，过境转机乘客将获得豁免。这一设计精准地保护了樟宜机场的核心竞争力。税费将根据飞行距离收取，根据民航局初步测算，经济舱乘客飞往曼谷仅需额外支付3新元，东京6新元，伦敦16新元。这一金额仅占对应航线经济舱票价的 0.3% 至 1.2%。这一区间经过精心测算，既能为计划提供资金，又不会显著推高旅行成本。新加坡的航空绿色税至于全球背景下观察更具创新意义。目前全球可持续航空燃料使用率仅为 0.7%， 而航空旅行需求预计将增长 6%。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估计，可持续航空燃料可贡献约 65% 的减排量，是实现航空业2050年净零碳排放目标的关键。与日本等国仅设定 SAF 占比目标不同，新加坡创造性地将强制掺混要求与税收杠杆深度绑定。2026年 SAF 占比 1%， 2030年提升至 3% 到 5% 的目标。通过税收收入集中采购 SAF 的机制落地，既解决了航司单独采购的成本不确定性，又为 SAF 市场培育了稳定需求。这种政府托底加市场演进的模式，使新加坡成为全球首个实现 SAF 推广成本可预测的航空枢纽。航空业贡献新加坡 5% GDP， 并提供20万个就业岗位。SAF 税政策正是枢纽升级的关键抓手。樟宜机场同步推进的30亿新元设施改造，包括可容纳波音 777X 的强化跑道、智能行李系统及200个以上停机位与 SAF 推广形成。硬件升级加绿色转型双驱动。新航集团已率先承诺2030年 SAF 占比达 5%， 年减排超9500吨。这种企业协同使新加坡在2025年全球航司品牌价值排名中稳居前列，可持续性指标得分超越多数欧美同行。此外，新加坡并未局限于本土减排，而是通过2项关键布局抢占区域先机。一是联合波音等机构制定东南亚 SAF 原料图谱，推动棕榈油残渣等区域特色原料的可持续利用。二是主导亚太跨境空中交通流量管理 AMAAC 项目，通过优化航线，每年可减少单架飞机150公斤燃油消耗。这种本土政策加区域生态的组合拳，使樟宜机场在国际民航组织 ICAO 2050净零目标下，持续巩固亚太中转枢纽的不可替代性。SAF 税的本质是新加坡对航空业未来的战略投资。短期看，它以微小的公众成本为代价，换取了 SAF 市场的启动动能。在全球 SAF 产能不足 1% 的现状下，这种需求端先行的策略能加速技术迭代与成本下降。中期看，税收收入反哺的基础设施升级，如第5航站楼绿色建筑标准，将使樟宜机场在2030年代航空复苏潮中抢占先机。长期看，它为城市国家如何平衡经济依赖与环境责任提供了范本。通过将 5% 的 GDP 贡献产业纳入净零转型轨道，新加坡正在打造绿色枢纽的全球标杆。公众短期内感知的小额附加费，实则是为航空业规避未来碳关税风险、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投入。正如樟宜机场收费调整时所言，今天的适度投入，是为了避免明天失去枢纽地位的巨大代价。这种将长远战略转化为可控成本的治理智慧，正是新加坡在全球航空转型中保持领先的核心密码。当 SAF 税从政策文本走向实际出行场景，或许我们会有更多思考。新加坡主导的东南亚 SAF 生态构建
可能为亚太航空业的协同减碳带来哪些新的可能性？对于个人而言，这种微量成本换长期绿色模式是否会改变你的出行选择偏好？你会支持航空业为了环保投入更高的成本吗？或者说，你会愿意多付出一点费用，为地球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